橫跨10個星期審訊嘅香港經貿辦間諜案喺5月有咗裁決，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標同埋前英國邊防人員衛志良被陪審團裁定一項違反英國2023年國家安全法協助境外情報機構罪名成立，衛志良另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亦都成立。呢場審訊，法官 Chimagrup 第一日就向陪審團保證案件有趣而且重要。開審之後，庭上披露嘅案情果然出人意表。唔少觀眾透過追綠豆嘅報導，除咗有追連續劇嘅感覺之外，更加係驚訝今次審訊揭示嘅唔單止係一次收集情報嘅行動，而係香港警政鄉黑嘅跨國鎮壓網絡，影響所有嚟到英國嘅香港人。案件落幕，我哋梳理一下庭上嘅資料同埋進一步跟進調查，一連幾集為大家重整案件嘅關鍵部分。第一集，我哋先講喺警察治港之下，由一班老差骨同埋政府高層伸出長臂所建構嘅跨國警政網。呢場審訊，控方形容係一場影子警務行動，更加形容2名被告以經貿辦作為基地去組織同埋資助案中嘅行為。內政部國家安全事務國務大臣習偉新更加直接話，境外情報機關就係香港警務處。The jury found both individuals guilty of assisting a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 which in this case was the Hong Kong Police Force. Both individuals held positions of power, leveraging these to conduct hostile activity on UK soil on behalf of China. It is simply unacceptable that an employee of a foreign power was conducting a shadow policing oper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案中第一被告袁松標喺香港做到警司級別，2015年2月退休當日，即晚就飛嚟英國同屋企人團聚，半年之後就加入倫敦經貿辦做行政經理。2002年，佢曾經被警隊保送到澳洲修讀公共政策及行政碩士課程，同李家超做過同學。前殖民地時代嘅香港政府駐倫敦辦事處喺1997年改組成為今日嘅經貿辦，作為香港政府駐海外嘅官方代表機構。表面上負責推廣香港營商、投資同埋文化交流，但係控方指袁松標利用經貿辦身份喺英國境內指揮衛志良監視在英港人同埋中國異見人士，收集情報、安排跟蹤。被提及嘅對象，除咗被香港國安處懸紅通緝嘅人之外，亦都有喺英國嘅港人團體或者維權組織、示威搞手、申請政治庇護嘅人，又或者只係社交群組嘅參與者。當然，仲有案中被追債嘅主角永鑫投資有限公司周田甜嘅前私人助理鄺文琪。控方話呢單案係一個 shadow policing operation， 叫得影子警務行動。除咗袁松標，先後仲有最少4名香港前警務人員直接牽涉入去。其中一個關鍵人物係香港前總警司李喬琪，佢係袁松標相識超過30年嘅好朋友。嚟到倫敦去蘇豪食漢堡同埋龍蝦，佢都會同袁松標分享。李喬琪曾經掌管香港警方嘅反恐搜查隊，之後借調到保安局做保安事務主任。當時嘅保安局局長就係而家嘅特首李家超。李喬琪喺2018年退休，去咗上市公司中國海外物業做保安總監。袁松標喺庭上面話，自己做總督察嘅時候，李喬琪喺佢嘅部門度做高級督察。換言之，李喬琪做細嘅時候都係跟袁 Sir 嘅。喺英國警方起出嘅7000條通訊記錄入面，見到李喬琪同埋袁松標好多偈傾。除咗叫袁松標揾人查下喺英國嘅中國流亡人士，
同埋到咗德國嘅中國設計師之外，又會講下台灣嘅黑熊學院、2019年香港嘅社會運動，同埋被國安通緝嘅人。第二位就係馬志堅，案情揭露佢曾經有一段時間係指揮第二被告魏志良嘅上線。前總警司馬志堅曾經喺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O 記工作，調查過2001年警員梁成恩被伏擊槍殺案同埋魔警徐步高案。當時負責案件嘅刑事部主管就係李家超。馬志堅2016年做到刑事情報科主管就退休，之後加入中銀香港打擊洗黑錢。因為魏志良嘅爸爸以前都係當差嘅，所以佢好細個就已經認識馬志堅。庭上披露，馬志堅同埋魏志良以及若干人士喺微信有一個叫做英國人力資源公司嘅群組。馬志堅喺入邊不時指揮魏志良做嘢，問佢有關羅冠聰嘅資訊，以及魏志良口中嘅屠龍小隊金主 Frankie Leung 嘅動向，又鼓勵佢同在英港人建立關係去收料。英國嘅治安咧，其實咧我本人覺得好嘅，因為有最好嘅警隊啊。咁我喺度做咗咁耐咧，知道警隊點運作啦。審訊之中，一個令人印象深刻嘅關鍵詞係揼骨基金，就係馬志堅同埋魏志良喺對話之中出現嘅。馬志堅喺2021年7月同魏志良話，綜合香港嘅局勢、資源分配同埋搜集情報嘅難度，唔再請佢收集情報。佢就話有10萬蚊嘅揼骨基金等佢返香港嘅時候攞。魏志良喺9個月之後因為等錢使，就追問馬志堅可以幾時收到錢，但係到魏志良上埋法庭，錢都係未收到。魏志良庭上話自己雖然都中意去揼骨，但呢筆錢並唔係用嚟揼骨㗎。唔好以為魏志良就咁就成為咗馬志堅嘅棄卒。控方發現喺馬志堅話唔用魏志良嘅同一時間，魏志良只係轉咗跑道去經貿辦同袁松標傾保安嘅事，一個出一個入，控方直接話兩者有關聯。有冇發現袁松標、李喬琪、馬志堅呢3個被控方形容為影子警務行動入面扮演指揮角色嘅人有一個共同點呢？佢哋喺不同嘅時間點都曾經同李家超共事過。事實上，控方喺開案陳詞嘅時候已經2度點名提及李家超，指佢曾經講過要懸紅通緝個別人士，係要終結佢哋作為逃犯嘅命運，仲話被通緝嘅人將會被終身追捕，即使佢哋身處海外，特區政府都會持續監察，唔會坐視不理。今次喺英國法庭被定罪嘅袁松標同埋魏志良，涉及對海外香港人監視同埋情報搜集嘅間諜行為。李家超所講嘅監察，實際上可以去到幾深幾遠呢？只係比袁松標大2年半嘅李家超喺警隊做咗35年，到2012年佢放棄過百萬嘅退休金，加入時任特首梁振英嘅班子，做保安局副局長。後嚟發生咗多場社會運動，李家超就扶搖直上，去到2022年做咗香港第一位紀律部隊出身嘅特首。呢宗間諜案仲有2個前香港警務人員做關鍵嘅執行角色，落手落腳犯案，被英國反恐警察當場拘捕。不過因為英國警方受制於拘留時限同埋大量需要翻譯嘅數據，最後就放生咗佢哋，冇被起訴，翻咗香港。前警司孫華興曾經係西九龍交通總部警司，佢太太係香港退休法官黃建秋嘅長女，香港律師黃哲瑜。孫華興離開警隊之後，轉型做咗企業偵訊，喺中國大陸有工作團隊。其中一個客兼朋友就係周甜甜，周甜甜委託孫華興幫手向鄺民彬追債。孫
孫華興喺2024年4月由香港飛嚟英國，帶領追債小隊去鄺民祺屋企追債。到5月1日喺鄺民祺嘅寓所梯間，被到場嘅英國警方發現。佢一度大叫周甜甜離開，而佢自己就好合作，雙手放喺頭上邊被捕。孫華興其實一早深知向鄺民祺追債並唔係一單普通生意。佢喺周甜甜話中國公安部獵狐辦已經立案調查之後，就去揾一個叫師傅嘅人加持佢去接呢張單。而庭上嘅通訊記錄亦都見到孫華興同埋李喬琪同中聯辦嘅關係密切，其中中聯辦喺2018年就請過佢哋2個食飯。另一個香港前警員被英國警察拘捕嘅情節就比較醜怪。前督察卓永祥冇太多佢嘅公開資料。案情指佢同孫華興一齊搭飛機由香港嚟到英國追債，但係因為英文唔好，同魏志良安排參與行動嘅已故原被告 Matthew Trickett 溝通唔到。Trickett 喺鄺民祺嘅單位外邊，曾經因為卓永祥而向魏志良求救。佢話卓永祥呢個白頭佬癲咗。後來卓永祥見到埋伏嘅英國警員，想轉身飛奔離開，但係失敗。佢當場自稱香港警察，被捕之後因為語言問題需要用 Google Translate 同警方溝通。孫華興同埋卓永祥識咗袁松標超過30年，到2023年經袁松標介紹認識埋魏志良，佢哋就走得甩返咗香港，但係袁松標同埋魏志良就要喺英國監獄度過一段長嘅時間。魏志良喺法庭上面講咗一個收錢幫記者揾料嘅故事，話英國人力資源公司嘅微信群組係一個叫陳師傅嘅人開嘅，幫傳媒揾料做古仔，而陳師傅喺俾錢魏志良之前都要向老細交代。陳師傅喺微信群組嘅網名叫做輝，雖然魏志良喺法庭上邊並冇供出陳師傅嘅全名，只係話細個嘅時候跟陳師傅學舞獅，而從佢早年嘅一張照片見到佢個背景就係喺香港嘅陳家輝龍獅總會嗰度。公價啦，正好準備，我哋3、2、1，左右。我哋翻查資料，陳家輝係元朗委任區議員同埋選舉委員會委員，佢係屯門藍地新村嘅原居民。屯門出世，元朗長大，喺地區打滾幾十年，係新界社團聯會嘅理事，亦都被視為係新界社團聯會前會長兼民建聯前立法會議員梁志祥嘅親信。而陳家輝龍獅總會係民建聯喺元朗嘅御用龍獅隊，多次攞到政府嘅地區撥款，包攬舞獅活動。陳家輝亦都係元朗區少年警訊名譽會長，有同元朗警區合作，教當區嘅小朋友舞提子龍防騙子。我哋又發現陳家輝除咗舞龍舞獅出名之外，原來都做過新聞人物。我哋追溯翻去2013年8月，當時嘅特首梁振英去天水圍出席地區活動，而當時李家超仲係保安局副局長。有示威者被一班吹雞到場撐梁振英嘅江湖人士圍毆，當年嘅《蘋果日報》就報道，陳家輝當日在場，聲稱係嚟維持秩序。2個月之後，一個有黑社會背景嘅江湖人士喺元朗擺酒結婚，陳家輝亦都帶領佢嘅醒獅隊兄弟去舞獅助慶。成個審訊除咗揭示影子警網嘅脈絡，更加牽涉到鄉黑嘅勢力。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睇下鄉黑勢力點樣結合中共中央統戰機器，深入英國嘅香港人社群，執行跨國鎮壓。